大家好，欢迎来到不米拜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东局势骤然升温。伊朗核设施被摧毁，海空军遭重创，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高层领导人被炸死。这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和大国政治。这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还是没有清晰退出路线的冒险？川普政府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政权更迭、核武解除，还是仅仅让老虎昏迷？伊朗袭击海湾国家平民基础设施的策略是在扩大筹码，还是在加速政权的崩溃？这场战争将如何重塑中东秩序、全球能源市场，乃至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施先生长期研究恐怖主义与反恐、中国民族政治与维吾尔民族主义、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华语世界少数能同时贯通中东、中国与台海战略的学者之一。施先生您好。您好，您好。那今天是3月7日，距离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正好过了一周。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最新战况？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一场军事行动，事实上也的确初步达成了一些效果，当然就是持续对德黑兰，就是伊朗首都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军事据点，还有关键的基础设施进行空袭，那就是还是停留在空袭的阶段。那当然也造成了一些死伤了。那当然斩首的那49个或者是甚至50多个已经在升高之中。不过就是说，除了这些政治精英之外，也的确造成一些平民的这个上升。毕竟在军事行动里面，这些有的时候难以避免。那当然，伊朗也开始就是回应了，也开始不像去年年底，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应那个12天战争。那这个他才开始回应，而且回应的已经变成是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回应。它不仅仅就是攻击以色列，它也攻击美军基地，攻击这个海湾国家这个周边几个国家的重要的这个设施。那甚至就是也造成了这个有说荷姆兹海峡，就是海湾地区运送油船油轮出去的这个地方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恐慌。那这个通行量也在降低之中。那能不能恢复这个都很难讲。那的确油价已经开始攀升了，这个已经现在$90一桶已经上去了。如果情况不解决的话，油价攀升到150也是可能的。那美国，我们来谈一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为什么要对伊朗发动这场战争？如果在开战前，您给美国总统写一份国家安全分析报告的话，您会如何分析打这场仗有哪些利和弊？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的确就是有这个军事的能力做这样的大规模的斩首，然后很精准、很快速，情报资料收集的也很好，跟以色列配合在一起。然后当然他也现在也宣称有一些目标他达成了，譬如说就是一方面就是斩首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摧毁那个伊朗的军事能力，那也达成了，不管是海军或者空军。那尽管伊朗这个飞弹还能够还击，不过还有多少能够还击的能力，这个再过1个礼拜应该是就会非常清楚了。那不管怎么样，伊朗的这个军事战略的能力已经被强烈的打击，而且他这个政权也被极端的弱化。至于会不会到所谓美国总统 Trump 讲的这个 regime change，这个看要怎么样去定义这个 regime 呢？那如果说50个政治精英，任何一个国家前50名被
去掉的话，那其实就是第一顺位的人都已经不见了。就第二顺位的人是不是这也可以称为 regime change？ 如果广义的来讲的话，这是可以。当然，这不是美国以色列心里想的，他想的是说他要有一个新的政权，那个政权是亲美亲以色列的。那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现在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就是还有一些风险，从现在已经也看得出来了，这一场战争会被拖下去。拖下去绝对就是会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那个石油的运输的问题，那个会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油价一直攀升下去的话，绝对攀升上去的话，绝对对全世界的2026年的经济发展是有影响的。这个而且石油有一个供应链，有一个产业链，它不是只是原油出来，它还要炼油，还有石化工业，而且而且这边出来的有很多要去亚洲的，那亚洲包括东南亚，包括印度，包括中国，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都在里面，这会衍生很强的经济的问题。当然，这个也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压力跟损伤，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是能源市场的动荡。另外一个就是，也可能变成是一个更复杂的区域多边的这个战争。那会打到什么样的情况？并不知道。如果美国在跟以色列不管用什么形式送入地面部队的话，那情况会更复杂。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是不知道的，只是说如果我是他的幕僚或智囊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讲说你这个后面的这个有没有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可能要见好就收，否则的话就可能变成说你把这个能源的这个危机带起来。海上运输中断，然后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区域报复。事实上，在大概15到20年前，就是911之后，基地组织的Bin Laden 在巴基斯坦被击杀之后，在他的电脑里面带出来很多的文件。后来美国 CIA 都做了分析，现在这些都公布了。那时候，Bin Laden 因为被切断了这个通讯，他都不敢用电话，也不敢用网络，所以他很多疯狂的想法都没有实施。那我相信现在伊朗也都知道这些想法，他也是其实还是有节制的，尽管他射飞弹，他也知道射飞弹可能有些重，有些也都被美国给或者是拦截了这个拦截了。那他并没有下死招，就是往死里打。如果往死里打，当年宾拉登就讲过了，他用的当然是恐怖主义的手法，标准不对称战争的手法。他说他要在他的那些组织的能力之下，在波斯湾打造数十艘甚至上百艘的快艇，然后在快艇上面装炸弹，然后有计划的冲向这个海湾的这些重要的石油的这些运油的港口，甚至说冲向这些载油的油轮。那这些油轮，如果那时候他其实要制造第二个911的这个恐怖攻击。那这个能力如果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事实上伊朗现在绝对有能力做这个事情。那等于如果这样做就是往死里打了，那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要准备结束这样的事情了。那毁掉了之后是毁掉全球的这个石油很大部分了，不是全部了，至少1/4以上的是毁掉了。那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如果他到最后他已经就是你也华人讲的狗急跳墙嘛，我们不能排除任何的，除非在发生这种状况之前，美国政府或者以色列政府已经想好了其他的可能性，否则的话，必须要把这个能源的运输，还有包括这个战争的扩大考量进去。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原来设定的这个政权转移这个 regime change 的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就是川普政府
他迄今为止在战争目标上的表述似乎一直都在变，比如说最开始说是为了摧毁核设施，后来变成了政权更迭，最新的表态是要说是需要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表述就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您认为这场战争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理由和胜利的标准？这个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大家也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得有一个目标，才知道大家这个仗可能会要打多长。我想他现在只是把这个调性拉得很高了，他心里是有一把尺的，他来回就是这样子讲，其实真正他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亲美的、亲以色列的、友好的伊朗的政权，只是这个是很困难的。那如果他这个目标真的定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一定程度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不过他现在已经取得的这个战略成果，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然后再加上他最近跟伊朗那个西北部的库尔德族，这个库尔德族基本上是在伊朗，然后隔壁的伊拉克还有土耳其都有一些他刚好是在这个交界的地方。那伊朗这边的库尔德族也愿意就是跟他配合，这等于是在伊朗的境内，就是他的主权领土的境内埋下一个牵制的力量，尽管那个牵制的力量不见能够取代现在的政权。那要无条件投降，他当然就是需要把他的所有的军事力量给耗尽，他现在这个还在进行之中。可能再过1个礼拜，我想再多10天，伊朗的反击的能力可能就几乎要耗尽了。耗尽的时候，不过就算耗尽，他会不会投降，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你没有送入地面部队，你没有占领，在近代的100年甚至200年的历史上，没有说透过空袭就可以让一个政权能够成功的转移的，就算转移之后，可能是一个更混乱的局面，也不会达到说原来设定的有一个亲西方的这个或者甚至亲美亲以色列的政权出现。我真可以多讲一点，就是基本上在开战之初或者开战之前就讲到了，说伊朗人其实很讨厌现在的神学政权，很怨恨这个神学政权，这是绝对是一个事实。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他是常年报道这个伊朗的，他说，伊朗的民众有80%是不支持这个神权政府的，就是支持的只有大概20%。我当时听了这个数字还是挺震撼的，就说有80%都是反对的。第一个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数字？再一个就是说，即便有这么多人反对他，就是川普总统说希望伊朗民众能够站出来推翻这个现政权，这个期望现实吗？我想那个你的同事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同事客气了，我想客气了。可能当然有一些我知道他有一些那个分析的数据了，有一些调查的确说是80%。可是我相信可能超过80%。那当然也有人说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在这种集权国家，你做调查，你的调查绝对是很受限制的，而且还包括监控的问题，所以你这个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而且毕竟伊朗不是一个受民主政治洗礼过的国家。尽管就是读过书的人呢，我讲读过书就基本上识字的人，可能对现在的这个政权不满，可是一般的那个农民或者是一般的大众，可能有没有这么高的这个不满，或者他们连不满是什么可能都不清楚。是不满是要推翻政权，还是对这个神学政权不满，还是什么？这都不清楚。不过普遍来讲，一般的就是我认识的伊朗的朋友，当然他们都读过书了，不是农民工，所以他们绝对我还没有认识就是对现在神学政权满意的人，这是事实，所以这个倒并不夸张。我想就是美国政府也非常了解这样的情况。不过可是我们再细一点来讲的话，到底谁还支持这个政权呢？有的人是真的是真心支持的，可真心支持呢，那50到100个可能现在已经也差不多了。那当然还有直接的那个军队
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效忠，当然也有。那当然还有政府的公务员，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干部，这些公务员可能是被动的支持，因为只要政府发薪水，他都愿意支持的。如果这个政府不见了，他就没有钱吃饭了。所以这个很多的当然有的不支持，他只是不满，他不见得说要反对反抗。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集合在欧洲或者是西方世界美国的这些对蛇觉不满的这个抗议的群众，毕竟他们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很久，他们是也可能只有20%，所以等于是有两个极端，中间的还很多人，那是不是就像您讲，你也讲得很清楚，我不满政府是一回事，我觉不觉得我能够推翻这个政府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不管在中国、在中亚，或者是往俄罗斯去，这种情况其实每一段时间都有很常常出现。还有委内瑞拉是不是？是都有，可是就是对吧？是，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透过一场外面打进来的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就催化了这个国内的这个起义，这个革命起义，这个没有一定的可能性，而且重要的为什么没有可能性？还可以再讲一下，就是毕竟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倒塌，我们看得出来，就是他还有反击的力量，而且他的那个革命卫队军队还在运作，尽管被削弱，可是他并不是消失了。而且同时，如果要从草根，就是从一般的民众的角度来讲，你怎么组织他们进行这个活动呢？这个其实在去年年底就看到了。我想伊朗可能跟中国学到了吧，就是个断网的问题。因为的确中国伊朗的那个电讯设施可能也都是华为跟中兴，都是华为的，对，是，对，所以他也会告诉他说，你不行就把它全部断掉，就像当年在新疆一样。是他断掉了之后，各地的老百姓他们就算不满，他们都不能串联，因为他们也没有资讯可以互相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样去串联，然后继续反抗政府呢？因为这个是一个烧开水的过程，要煮沸，那一直煮不沸，就是，而且同时还要有人告诉他说，我推翻了这个政府，谁来代替呢？那个政治的替代的方案是什么呢？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呢？那如果这些内容都没有的话，那要说寄希望于伊朗人民建立一个新政权，我觉得这个可以讲，可是问题是你必须要有做法让他们来做到。你要做到的话，你地面部队又送进去了，那你送进去那个其实问题很大。我想美国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就是在过去从冷战一直到现在，你送进去了之后，或许你可以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可事实上那个亲美的政权是不是能够就是肩负起这个责任，还是也是一样贪腐，然后造成说又更多的人不满，这个现在完全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我想美国政府也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可能让美国好不容易从阿富汗出来，现在又跑到伊朗里面去，陷到另一个泥沼里面，是吧？而且美国国内对于这个战争，就是一开始打的反对声音就非常的多。这还是空袭呢，要派美国的这个地面部队去，我觉得在美国的阻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美国人已经过去几十年打仗都已经打疲了，就是再也不想去打仗了。对，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就是说伊朗呢采取了一个挺有争议性的策略，它不但袭击这个美国在海湾的这些国家的这个驻军的基地，还袭击这些海湾很多国家的这个平民的基础设施，而这些阿拉伯国家过去一直扮演着美国和伊朗之间调停者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就是伊朗这么做是在扩大他的筹码呢，还是在加速他政权的崩溃呢？
就说他为什么出了这么一个招？好像大家现在都认为，他这招是挺差、挺昏的一个昏招，就像下棋一样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觉得这个有各种的传言传出来了，因为毕竟他的这个中央的指挥的这个体系已经被打散了。这个最近几年常常在讨论，台湾也在讨论，就是如果中央的这个指挥体系被散了之后，你等于是散在各地，各地的就自己各个军队、各个次级的指挥系统就开始介入。那次级指挥系统就按照他的判断，按照他的能力，然后进行反抗。那当然他是从靠近哪里的，或者他的能力，他的飞弹可以打到哪里的，他就开始丢。这当然是可能。最近伊朗德黑兰也传出说，这个他要停止对海湾国家的这些攻击，说这个是各地的自己的做法，这个是不对的。那可是问题是说，你说这样的做法对伊朗是不是有好的？我觉得长期来看不是好处了，绝对不是好处的。这样一攻击了之后，包括攻击了一些民用的设施，甚至造成机场不能起降，造成那个油运不出去等等的，这个会在海湾形成一个反对伊朗的联盟。长久来看，他必须要跟美国配合，他不配合，他也没有办法阻挡这些攻击。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伊朗等于是把自己旁边虽然不是那些人不见得是朋友，可是绝对一定对他有一定的同情，毕竟还是邻居。你往这个地方去推，那他们就会往美国那边靠拢。这个绝对是在外交政策上，这个绝对是毁灭性的，而且你浪费了很多的你的武器弹药，你投到这个地方。你等于是滥用这个东西，你并没有用到真正你应该用来做抵抗的，增加你如果你要把这个战争拖长的话，伊朗绝对现在没有更新的武器弹药进来，你必须要节省的用，打在刀口上。那这样打那些东西，其实是对自己是不智的一种做法。好，那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和影响。是，中国和伊朗在2021年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协议，到嗯嗯嗯，2025年，中国超过55%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约13%来自伊朗，而且几乎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按道理呢，是。就是北京应该有强烈的动机来支援德黑兰，但是战争爆发后呢，北京发了声明，也发的比较迟，措辞也相对保守。同时呢，我也看到，就是您在今年1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判定说，这是您的原话说，尽管中国和伊朗双方关系非常紧密，但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介入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性基本上是微乎其微，近乎于零。您是基于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的？您怎么看？就是西方不少分析员认为中国肯定会有所行动的看法。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讲了很多的，它有各种的伙伴关系，它签了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什么深化的，什么各种的伙伴关系。其实对对，那个讲的好像很伟大，大家都是超级紧密的好朋友，其实没有那么紧密了。那中国跟伊朗的伙伴关系，其实它很多文件也讲了，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它没有互相防卫的义务。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尽管他说的很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可实际上他没有任何一个条约讲说他们有互相防卫的义务。或许他有转移一些军事武器卖给他，或者有一些支持，甚至有一些交流来往，可是那个也仅止于此，并不是说你打仗的时候我就要跟你打仗，它不是一个安全同盟的关系，它的战略伙伴是停留在能源供应、能源安全上面，还有顶多再加上后来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基础建设，再加上这个，其实中国很在乎荷姆兹海峡这个贸易通道。换句话说，如果伊朗要把这个贸易通道给堵死的话，那中国绝对也是站起来反对的。所以这方面，美国跟中国是有一致的利益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可能就是支持伊朗进行任何的军事的行动，因为还没有到那一步。就算有一天中国要称霸往欧亚大陆上去扩张，这还没有还没有到那个局势。再来，中国过去没有成功的经验在海外作战，解放军没有这个成功的经验，那凭什么他会在伊朗这个时候要出手？那出手出师不利，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之前在其他的问题上也讨论过，中国可能解放军他这个解放军改革已经超过10年了，就习近平的解放军改革。那习近平可能到现在也不满意，然后前一阵子还清洗了张又侠，更不要说其他的人了。总而言之，解放军如果要出手去打的话，他也要就中国很讲，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改革开放，他所有都要试点，包括新疆再教育营，他事实上也试点过。他真正开始大规模推2017年，可是新疆再教育营这个策略2014年就已经定了，所以他试点了大概3-4年。那中国解放军如果要开始出去作战，他绝对不会，他也不会拿台湾试点，因为台湾不能试点，失败了就失败了。那他也不会拿伊朗试点，那这个丢脸就丢大了，太远了。他要试点，一定是在中国周边范围的这个很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他试试看。他现在也在试，可是他现在试还不是进入武装冲突的事，譬如他绕着台湾海峡这样子跑，往南海去试，甚至穿过台湾海峡往第二岛链、往关岛那边去试。不过那都还是演习，并不是真的说要跟你军事冲突。所以从解放军能力角度来看，他不可能介入这个伊朗的这个任何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国也讲了，他的那个安全的核心的那个利益是在台湾海峡，是在南海，还有东海。东海是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钓鱼台这个问题，还有朝鲜半岛的问题。波斯湾或者是海湾这个地方不是它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最重要的地方，而且就加上伊朗还跟中国不是只有从伊朗进石油啊，中国跟整个海湾的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所以他这次的外交措施，其实外交措施我已经觉得已经很够了，不过他还是站在他原来的那个立场上，他也都讲得很清楚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是向莫斯科提供了这个双用途的技术零部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俄罗斯经济的生命线。但是，它对伊朗确实完全很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是吧？这是表明的就是北京方面的一种战略排序吗？就是它这个背后更深层次的这种的地缘逻辑嘛，就您能给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从北京的眼里面看，就是伊朗和俄罗斯有什么不同？俄罗斯当然不太一样，俄罗斯它有很多中国需要的东西，伊朗的这个相对单纯就是石油。俄罗斯还有很多军事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周边安全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中国从支援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战争，它可以赚到很多的利润，经济上的利润，而且甚至透过这个战争，怎么讲借力使力，它还往中亚去扩张。中亚这些国家都变成它的转口贸易国，转口贸易国，事实上我也不要透过他们转口等于是让他们也赚一点钱，赚一点钱就依附在中国的这个身上。譬如说中亚的吉尔吉斯坦是一个山地国家了，以前说是李白的故乡，那总而言之，吉尔吉斯每年卖给中国的东西可能只有几亿美金，最多10亿美元不到。可是中国在过去3年多到4年的时间，在吉尔吉斯的出口嘛，就中国出口到他们的，每年用20%的在成长，现在已经将近快200亿美元了。那吉尔吉斯他怎么吃得下2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基本上都是从他这边过，又进入了俄罗斯了。所以吉尔吉斯他也在这个转口的这个过程里面拿到好处。那当然他就依附在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过程里面，这也不是吉尔吉斯，还有其他的国家。
所以总而言之，他当然认为说俄罗斯是一个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东西。伊朗不太一样，伊朗我相信，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也会愿意一定程度支援，尽管可是现在没有这个需要，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为了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甚至海湾国家冲突起来，这个对中国是得不偿失的。而且他现在打的一个战术，可能就是在等着渔翁得利。如果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如果这个战事这个美国的政府没有办法见好就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那他就可以渔翁得利。中国是希望这场战争打久的。如果就是黑心一点来讲的话，北京可能说继续打得越久，美国这一年的振作，不管有的人说振作的有效，有人说振作没效，可是不管怎么样，都会化成这个云烟。这个关税也没有什么用，你又陷到一个战争的漩涡里面。中国其实北京可能是乐观其成的，打得越久越好。那您觉得就说，中国最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刚才您说他最希望的可能就是使劲的打的，然后美国就又陷入一场战争，是吧？美国就有点顾不上中国了，是吧？而且有很多的精力啊、资源啊都要放到这个战争上，而就是现在中美竞争，这肯定是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就是对北京来说，最不理想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最不理想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如果德黑兰就是伊朗出现了一个亲美或者亲西方的政权，这个绝对是北京不希望看到的。当然他的评估就是说这个可能出现的机会没有那么高，所以他还在等着看这个情况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对中国的这个油源其实是会影响的。就像委内瑞拉是标准的一个情况，不过委内瑞拉相对单纯。那美国政府他的政府等于是一夕之间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可是伊朗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伊朗也变成是像委内瑞拉那个情况的话，那个中国是绝对不开心的，而且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后来的美中的关系的发展。那当然，我相信北京现在的推测就是现在的情况，因为还有弹性嘛，美国政府随时可以见好就收，或者把它放在一个可控制的局面里面，就是我只要不要推地面部队出去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互相投弹，投到最后的话，伊朗绝对占下风，毕竟它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的武器，它总会有用完那一天，打的就是消耗战。消耗战完了之后，其实美国如果愿意还可以再拖，只是当然那会烧掉美国的一些经济的能力了。我再拖下去就变成拖到他的政权看会不会瓦解。那这个当然我不知道美国的政府会不会有更细致的计划。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除非他很有把握，他有计划，就是会有一个新的伊朗内部的政权起来，然后取代现在的政权，就是只讲的这个 regime change。如果这个出现的话，那当然是北京不开心的。不过北京觉得这个知识体大，这个至少看看半年之后会不会有一个线索，有一个那个端倪出来。目前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他也还没有担心。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荷姆兹海峡被锁住吧。锁住这个，当然这个锁住不是只是中国的问题，这个是很多国家的问题，几乎是全球的问题。所以他这方面他一定也是尝试，就是他这方面他绝对不会降的，他绝对会跟伊朗讲说这个东西不要这样搞，这样搞会搞到玉石俱焚。我相信相关的人都了解，我们一开始提到宾拉登那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计划，那个如果伊朗要做，他绝对可以做得到，把整个海湾，不是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往里面走的所有的海湾搞的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船可以跑，那就整个是倒的。那可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准备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种
可能性。那美国的施压，如果目前没有办法，如果假设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啊，或者进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漩涡的话，也就是说送入地面部队，然后等等，尽管削弱了伊朗的这个政权或者是能力，可是他没有倒台。那个后来那个很衰弱的，可是问题是还持续的这个神学政权，尽管像Trump 讲的是他10年都站不起来，可10年站不起来，他并不代表说他不会反美，他总有一天站起来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反美。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第一个美国的企业不可能进入伊朗去抢这个油源。再来，欧洲的企业基本上也很难，我相信也很难进去，因为还在制裁，也会持续的制裁。那这个时候等于是把伊朗打烂了，然后中国又回来填补了。那这个其实这个是绝对是我想是从美国角度最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局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陷入一种矛盾的局面，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可是如果没有做到底的话，那对外科手术等于是把癌症切掉了，可是会不会过了5年，过了10年，再复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能收拾了。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感觉。当然 ，Trump 可能想的东西是很大很远的，他一直讲 MAGA，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可是这就如果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政客，他说我只干了，我还有3年可干。Trump 年纪也不小了，就算将来 JD Vance 接他或者 Marco Rubio 接他，可是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都很难讲。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等于是又留了一个尾巴，那个尾巴简直就是春风吹又生的一个状况。后患无穷。是，所以他这个现在他也进入这个两难，可是似乎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您在一篇分析中提到，中东战火持续蔓延，最大的长远后遗症之一可能是激化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力量。这个判断放在今天美伊直接开战的这个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风险是更大了，还是逻辑实际上这次是有一些不同的呢？不能说更大了，可是绝对是有可能在恢复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如果神学政权持续下去，那就算除了伊朗之外，到了阿拉伯世界，甚至到了土耳其，还可能到亚洲的东南亚，只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个穆斯林为多数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会觉得说这场战争是大欺小。一般的老百姓不会想的这么复杂。我们刚才谈的全球的格局，美国在思考什么能源的问题，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继续的延续，就是从帝国主义从300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就是这些穆斯林国家站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些西方帝国主义。当然过去是欧洲为主的帝国主义，现在就把它讲成说美国带头的这个情况。那这个还可以分成就是反西方嘛，这个反西方的这个论述会持续下去，然后推陈出新，然后宗教领袖会继续讲这个问题。尽管我们说同情神学政权的人不多，那问题是还是有啊。那可能会有一些现在还没有，因为毕竟才发生几天而已。那会不会有出现所谓的这种孤狼式的、独狼式的这些恐怖攻击在欧洲？我想在美国可能还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现在最近这1年管得很严，再加上最近在讨论的就是美国的那个 AI 的那个介入的这个军事还有大规模监控，就是那个 Anthropic 跟那个和 OpenAI。如果那些东西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那等于是美国社会也是被看得很紧的，所以要出现这个不太容易。可是欧洲不是啊，到了法国，到了德国，都可能这些随时的这种孤狼、独狼式，所以这也是其中，因为他们的那个以前殖民地跑过来的2代、3代、4代的移民，穆斯林的移民很多。除了当然他们可能对
美国Trump政府的这一年的关税可能不满，或者是伤害他们欧洲传统国家的古老帝国的自尊心。另外一方面，他们社会也的确有这个需要。如果他打得太狠的话，这个孤狼式的这种报复就会出现。然后他就算他不能做大规模的攻击，他可能针对一些软性的比较容易的目标进行报复性的攻击。那甚至也不排除就伊朗的，如果这个战争稍微缓和一点的情况之下，伊朗也可能就是他的安全情报组织也可能动员他在世界各地的这些人马进行一些秘密的攻击，对于当时支持美国来打伊朗的这些做出一些报复的行为，这都可能发生。国际刑警组织最近我好像看到一则，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要严加防范，因为随时就会造成内部的动荡。因为的确，伊朗如果做出这些零星的恐怖攻击的话，他在背后的话，对当地的那个民意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当然，在美国可能他还做不到，可是他之前也宣称他要暗杀那个 Trump 总统，他就做不到嘛。那可是问题是在其他的地方，他不见得一定程度做不到。如果等战火稍微缓和一点，他缓过神来，他就可以开始用这个来作为报复。所以欧洲国家其实也就撇得很远，这一次甚至站在美国的就完全就是袖手旁观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当然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也不是说亚洲就不可能，其实我觉得东亚的危险可能是在未来吧，因为东亚的这种对于恐攻的危机意识没有像欧洲那么强，因为欧洲过去十几年那个出现过一些很剧烈的这种冲击。那东亚不是不可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也可以理解中国现在是怎么样在回应这个问题了。那就是基本上他就是说好话嘛，可是实际上他也不能做什么，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于3月底4月初访华，和这个习近平举行峰会。您觉得川普会倾向于在访华前结束战争吗？这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会如何影响这个中美峰会的话题呢？当然最影响最大的就北京设定想要谈的议题，这次就被冲击掉了。因为北京原来想的议题一定是关税、贸易加上台湾的问题，这个东西就拿关税来换台湾，或者拿关税来换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当然他们还是会谈，因为中国的财政部长、副部长吧，何先生好像说下个礼拜周末要去巴黎跟美国的财长见面。何立峰和这个班森，他当然是谈关税，谈那个货物贸易的东西。那我想，美国的财政部长现在也没有太多心思跟他去讨论细节，讨论一个趋势是可能的。不过现在已经都快这么靠近了，已经3月上旬要走完了，还剩两三个礼拜，不可能两三个礼拜谈得清楚。不过可以谈嘛，开始今年还很长。我是觉得Trump 还是会去了。你说他要在这个之前结束战争，我想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伊朗还是有反击的能力，至少到目前来看，尽管这个能力降低，可是并没有消失。如果他开始不打了，那就另当别论。那反击的能力还有，那再来这个政权好像也没有被完全的推翻，尽管美国取到了一些战果，所以他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可控制的局面之下。那至于送入地面部队，我觉得那个就知识体大，这暂时还不太可能。那在没有送入地面部队，还在空袭继续，可是还没有完全失序，然后荷姆兹海峡没有被封锁的情况之下，尽管原油可能会上涨，那到了北京之后就要开始谈这个全球安全这个相关的议题，跟中国讨论荷姆兹海峡，不能够堵住这个，其实对中国很大的伤害。那当然，美国可以趁机就是跟中国讨论说，这个你可能也要出一点
出一点力，但不可能为了这个峰会就是要结束战争。不过他在峰会上还是可以，他有成果的，毕竟这次有成果。我相信北京看了之后，他也会想说，解放军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还差很大一大截。我接下来也想问您，对于北京来说，他们看着台湾，就是真的想打台湾，特别想要打台湾，但是想一想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实力，会不会心里面有点说，哎呀，我们可能还是不行。我想从头到尾，想不想要打台湾？当然，他塑造了很多舆论呢，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那这个中国社会基本上这个都已经固定了想。可是问题是，真正要打仗的还是解放军，然后解放军将领要负完全的责任。然后这个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就算你把台湾拿回来，又得到了什么呢？而且解放军的力量到底在什么程度？我想解放军的高层将领都不太确定。包括张又侠，他可能心里有一点数，可是问题是这些事情都是像球赛一样，你要打完球赛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你没有打之前，你说我的武器多好多怎么样？可是那都是你自己觉得，实际上的操作是不。所以他看了这个美国这次打委内瑞拉、打伊朗，这个可能就很清楚了，就是实力相差一大截。那这个很明显了，只要美国没有陷进去，像陷入阿富汗那样陷进去的话，北京都会要警惕这种美国的这个战略能力展现出来这种讯号。那这个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威慑，就是吓到你，就是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我也是可以搞你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台湾问题，当然美国有些评论者已经认为，就是伊朗战争救了台湾，只要伊朗战争美国没有陷进去，那这个都其实都是解救了台湾的这个燃眉之急。可是我也不觉得是完全解救台湾，因为只有习近平想要把这个台湾当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涯的这个历史的留下来的这个他的政治遗产。对，是。可是问题是，其他解放军不见得这样思考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风险极其大，可是实际的收获又极其小，只是有一个虚有的这个很虚幻的一个历史的遗产这样的概念。如果你能把伊朗给巩固住，那是油啊，那个不是只是一个岛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习近平可能也就稍微把他的2027或者在未来，因为明年他又要想连任了嘛，所以如果他继续再干5年的话，都干到2030之后，他可能就觉得他任内可能机会不大，除非这个世界情况又改变了。那换句话说，美国跟中国在北京的峰会，可能最想要谈的就是能源安全，还有中东怎么稳定下来。你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之后的那个关于关税啊，关于贸易交易的那个货品的那个内容啊，那个都可以慢慢谈。甚至台湾议题，大家也都可以退一步，不要剑拔弩张，就是你往回收一点，我也往回收一点，就这样吧。反正这个是一定程度，这个是假议题，这不是真议题。美国跟中国竞争绝对不是在台湾这个角度竞争。我想这次的战争主要就是把这个峰会的这个焦点重新给设置了。就是设置到说能源安全，设置到中东的形势，同时告诉习近平说，解放军就是能力还差一大截，就是可能还要继续持续改革。那现在还这个还不到那个程度。清洗了那么多人，你得先把那些位置都补了上去。对，不容易，不容易，这个是要很多年的。还有什么就说您觉得我们应该了解的，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就是战争，如果短期能够告一段落的话，这绝对都是好事了。那的确，现在成果也都是对美国来讲是积极的。那长期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不管是经济的、能源的。
其实对美国的那个军事的这个军工产业也不见得是完全是好事，因为现在可能补不上那个缺口。那当然，他可以做很多的实验，可是毕竟要一段时间，而且会消耗美国很多的国力。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确就是当一个超级大的大国跟一个军事力量不够的小国来打仗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吧。譬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伊朗去海湾想要点火，想要烽火燎原，想要大家都拉下水，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等于是浪费了他，对，浪费了他的子弹，然后把朋友都往外赶，这个是。然后可是问题是也有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就算是这样的国家，可能要很快的推翻它都不容易。尽管斩首了那么多政治精英。所以必须就是在这个里面汲取到一些教训。我相信美国政府也汲取到一些教训，就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然后有些事情是不是有事先计划好，现在慢慢华府应该很清楚，尽管我们在外面可能看不到，可能他们很清楚。你说慢慢来做什么呢？慢慢就是这个战争应该怎么样发展下去是最好的。如果走入了那个虎头蛇尾的局面，那就是最糟的。虎头是很好，可是最好不要蛇尾。谢谢施先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